I will see you tonight. Bye. Okay, bye. 你是否曾经有过事情无法完成，总觉得哪里不够完美，又或是出门时却感觉自己的外表哪里不对劲，最后因此迟到的经验？画面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正陷入这样的外貌焦虑所带来的恐慌。这是电影《剧烈》中的一个场景。影片不仅深刻地呈现在社会期待下被扭曲的审美观，也带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故事。而《剧烈》的风格能够如此强烈且突出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导演在创作时总是先以电影的调性作为出发，以影像和声音的直觉来构思，接下来才去套用主题和象征寓意。这样的创作方法起了很好的效果，特定的声音也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像是物质的符号出现在荧幕上时所发出的声音，或是富有节奏感的电子配乐，都能够渲染出独特而强烈的作品氛围。同年的另一部电影《挑战者》也在配乐上有着强烈的使用。这是一部建立在三角关系上的网球电影，《挑战者》的配乐更加着重在角色的情绪起伏，我们不需要透过台词就能够马上感受到人物当下的情绪流动。剧烈在声音设计上创造出了更让人沉浸的第一视角，例如女主角第一次注射物质产生异变后，穿梭于黑色隧道的场景。除了视觉画面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出女主角内在的感知，不只是她，还有她的器官，是一种用抽象的方式在传达身体内部注射时的体验。And this scene is a pivotal moment because when you think of it, it's so absurd the way like Sue appears. So I knew that all those elements needed to be there so the audience can enter the movie, accept the fact that yes, Sue is born like that, and every element has a role, image-wise, but also sound-wise for this. 剧烈透过成熟的电影技巧和狂野吸睛的奇幻想象，维持了电影的艺术品质，也同时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以鲜明且引人注目的手法，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边界，来尝试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然而，这种过于直白的叙事方式，也有可能像双面刃一样，引起部分观众排斥。It's fucking 503. 2022年的《我和我自己》是一部与剧烈相似主题的电影，他们都点名为了被肯定而失控的自毁行为。两部作品也都置入黑色幽默，例如剧烈的女主角首次使用物质后，画面出现了燃烧的爱心，又或是人物在吃虾时强化了进食所发出的声音。除了喜剧效果，也为接下来的肉体恐怖做了相当好的铺陈，在令人恶心的同时，也能引发出笑料。Pretty girls should always smile. 我们在剧烈还可以看到一些向其他电影致敬的桥段，最明显的就是鬼店的走廊与厕所。如果想了解更多与剧烈有关的作品，可以点选右上角开启我在 Letterboxd 建立的片单。伊丽莎白长期以来的内心挣扎是忧心与外界给予的身体评价，这些想法不仅非常激烈，也是十分暴力的。因为社会对于美的标准非常严苛，尤其是大众对于女人身材的期盼，总是有无限可以挑剔的地方。这些不只是片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的想法，更是导演法吉特本人的人生经验谈。他在访谈中提到，年过40之后的外貌焦虑以及存在危机，必须用片中的极端暴力才能明确的传达。主角伊丽莎白的女演员设定是最能够凸显这种外在压力的职业之一。对于饰演伊丽莎白的戴米摩尔而言，更是具有双重性的巨大挑战。她不止演戏，自己也处于相同人生阶段，在演出的同时，也让观众直视最脆弱的自己。展示真实的内在，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致命的。除了可能会失去对角色的掌控以外，也可能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在映后的多个访谈中，戴米重复提起创作的过程和自己的人生经验。对于这些赤裸的袒露，无论是内在或是外在的，我们都看到他以专业且温柔的姿态来应对。这也让戴米摩尔与玛格丽特两人在片场形成一种互相扶持，几乎像是彼此的灵魂伴侣或是母女般的关系。I think that one of the parts of the self-love is also being able to depict Elizabeth, to have the rival with Sue, but to be here today, also representing being an older woman, that we aren't that, and that we don't have to rival, that we are connected and we are one in other ways. And I think that that's part of the living, part of the legacy of what we've shared.
电影里探讨的价值观同样也适用于男性。许多人为了拥有健美的体态，不惜牺牲健康，也要注射药物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强壮，更加符合大众审美标准。其实只要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免受到社会审美的束缚，因为变得更好，也就意味着能够受到他人肯定，在求偶的竞争游戏上就拥有更多的筹码。但是对美的追求就会无限扩大，我们不可能变成完美的姿态，也不可能成为所有人心中完美的存在。不健康的循环只会无限上演，没有结束的一天。法吉特导演在2014年的科幻短片《现实扩充》（Reality Plus） 点出了与剧烈相同的主题。影片里每个植入现实扩充芯片的用户都可以拥有一个维持12小时的全新样貌。主角文森为了追求更多的使用时间，开始考虑更极端的神秘方案，一种能让时间延续24小时的芯片手术。但与剧烈不同的地方是，文森在踏入不可逆的歧途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能够接受他本人的对象。回过头来看，伊丽莎白就没那么幸运了。她并没有在阳台上遇见心意相同的另一半，相反的，女主角居住在空荡的豪宅中，使用完美物质后的7天，没有人打电话关心她，唯一看到的只有一位叫做弗瑞德的角色。Fred, of course. 弗瑞德是一位在学生时期就开始迷恋女主角的普通人，与追求窈窕体态和端庄仪表的伊丽莎白是生活在2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弗瑞德在电影中的作用是一块给主角的浮木，为了凸显伊丽莎白的自我厌恶和展示她矛盾与深层自我否定的存在角色。然而女主角并没有抓紧这块名为弗瑞德的浮木。法吉特导演选择不让伊丽莎白获得和现实扩充的主角文森一样的救赎，他进一步的去探索更加深层、更加疯狂的角色行为，让文森走向歧途的噩梦变成了伊丽莎白的现实。在导演的过往作品中，我们能够看见相同的模式或是场景设定，例如《浴血狂花》最后的环状对战场景，与苏和伊丽莎白在狭长的走廊上互相追逐非常的类似。而短片《现实扩充》不只讨论了与剧烈相同的主题，在细节和场景也可以看到相似之处。Putain, qu'est-ce qui t'est arrivé? Tu as activé H24. H24. 现实扩充几乎像是未来版的剧烈，或是存在于同一个宇宙的不同时空。举例来说，剧烈的物质取货点与现实扩充的夜店有着一样铁卷门入口和细长的走廊通道。不过，现实扩充暗蓝色的夜店空间要比剧烈的白色房间相较宽敞很多。这里可能是剧烈数年后或是数年前的同个宇宙。要界定哪一个时代更为先进是很微妙的。现实扩充对虚拟实境的进阶运用透露出高科技感，但若能从个体的背后分类出另外一个人，那又是不同层次的科幻情节了。对于这样的疯狂奇想，我选择把它归类到平行宇宙的范畴之中。I'm Sue. 在接续探讨剧烈的世界观以前，我们先区分为科幻想象和死亡幻觉两者来看待。科幻想象指的是真实发生的科幻事件，而死亡幻觉则是非真实的想象事件。女主角发生车祸后，许多科幻的情节就接连开始发生了。车祸的严重程度也几乎让人以为女主角就丧命于此，或是陷入昏迷。后续的剧情可以用死亡幻觉的方式来解读。我们在稍后棕榈树的象征意义章节会回到这个主题。女主角第一次接触到完美物质，也是在车祸事件之后。她从护士写的纸条上获得了物质的资讯。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 My 的 M 字母是没有弧度的特殊写法，与女主角在家中卡片上的 M 字相同。由此可以推断，都是由同一人所赠送。我们后来得知，护士是一位老人的分裂体。Each time you feel a little more lonely. 但他不只是使用者，更像是开发者之一，因为他在检查女主角的脊椎时，表明他是一位很好的候选人。至于老人把物质用在自己身上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做人体实验。M 字里的理论是一位叫做 PT Boy 18的网友在 YouTube 评论区提出的假设。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么就说明了物质公司早就已经渗透了医疗保健与娱乐产业，它的规模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巨大。任何看起来外貌出众的人都有可能是使用者。电影剧本在形容护士的时候，特别描述他是一位异常帅气、眼睛深邃的男子。同样的，餐厅的服务员也给予了特别性感的形容词。What can I get you? Mocha latte.
接着我想提出一些可能有矛盾但也非常有趣的假想。首先是弗瑞德也是物质的使用者，而且还是特洛伊的母体。这个论点可以在电影里的3处细节中获得证明。第一处是弗瑞德出现在女主车祸后送往的医院附近，这里指出弗瑞德可能也是从医院取得了物质的资讯，而他和特洛伊留下的电话号码，两者的前6码都是一样的。依照美国电话号码的逻辑，如果前6码数字相同，代表2人位于同一个区域。前3码323是洛杉矶区，中间3码555是在细分成更小的区域，大致同一个社区或同一栋楼，小至同一个房间的不同电话线。555也时常作为虚构或是特殊用途号码，尤其出现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如此一来，2位角色便产生了明显的关联，这是电影刻意安排的结果。因为在剧本里，特洛伊的号码完全不同，弗瑞德的电话号码更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第3处细节是当女主角打给弗瑞德时的对话内容。当弗瑞德接起电话时，他停顿了2次，宣称自己是因为受到震惊而沉默。但这是我可以有更多的含义。弗瑞德接起电话时的第一次停顿，是他使用完美物质后加深了自我厌恶。和伊丽莎白一样，2人都是因为本体还能被他人喜欢而感到惊讶。听见伊丽莎白邀约后的第2次停顿，很有可能是弗瑞德的转换时间到了，他在衡量是否要破坏平衡来和他约会。Are you still there? Sorry, I'm in shock again. 如果弗瑞德真的是特洛伊的话，那么为何前面特洛伊撞见伊丽莎白时，几乎看不出2人是认识的呢？在外貌条件改变之后，世界对待你的方式也变得不同。巨大的差异使人们产生出了意识分裂。伊丽莎白开始宣称自己和苏是不同的人。弗瑞德分裂成特洛伊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所以他在遇见伊丽莎白时态度完全不一样，几乎像是在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另外，特洛伊也以为和苏发展顺利，但是后来却发现安全帽被苏丢在门外，这使他气急败坏，没想到完美的自己也会遭到拒绝。Watch out! 围绕在哈维身边的3位西装男子，你可能会下意识地认为他们是哈维的贴身保镖，这点并不难理解。不过他们只有在苏出现的时候才会现身，伊丽莎白在场时他们并不存在，并且他们也不像为哈维工作的保镖，反而更像是观察者一样无所不在。例如健身节目的背景，或是跨年节目的后台，他们甚至是坐在椅子上，不像其他人忙进忙出的四处走动。最明显的地方是，当苏发现节目被取消后，来到了哈维的办公室。这里镜头特别带到了3位西装男子的观点，尤其给坐在沙发上的西装男正脸特写。这位男人正是曾经饰演现实扩张的主角文森。不止如此，文森也饰演了法吉特导演上一部长片《浴血狂花》，他的出现与镜头特写，更是为这些背景角色增加了神秘感与可能性。剧本中3位角色在办公室的站位略有差异，以下是剧本描述的内容：3位穿着西装的男人正盯着他看，其中1位坐在沙发上，另1位倚靠在哈维的办公桌边，第3位则是站在大片玻璃窗旁。很显然，这样的站位安排似乎太过刻意，所以电影里我们看到了除了沙发上的文森，另外2位分别站在哈维办公桌的左右边，也让画面构图更加平衡。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是物质公司派来的人员，物质公司可能已经渗透到医疗保健和娱乐产业里了。3位西装男也可以看作是女主角的压力投射，即使再怎么美丽，都还是必须战战兢兢地维持完美的形象。他们代表着外界注视的灼热目光。Cut! 电影里还有许多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和隐喻，像是开头不能使用的女厕，暗指伊丽莎白即将被时代淘汰，丧失女性自由。重复出现的4辆汽车就像是女主角受到监视，不同颜色的汽车也可以让艳阳底下的干燥色调更加的鲜艳，更加的饱和。还有当女主角的意识越是与本体分离，浴室的门也变成了墙壁。其中棕榈树是本片中的象征之一，在片中不断的出现。他们通常作为好莱坞的背景标杆，更是代表了好莱坞奢华、繁荣与梦幻感的意象。将棕榈树配上好莱坞大道与女主角居住的比佛利山庄，能够使人联想电影明星般的生活环境和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盛况。It's phenomenal! 单独的棕榈树镜头则有着更多的特别意义。棕榈树有着和平和富足等传统解读，也有着复苏与再生的含义，因为它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生长，有着坚韧的适应力。
就像伊丽莎白使用完美物质之后，获得了生活和事业上的重生，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产业中活了下来。People are gonna love that. 棕榈树的数量与形态，或是背景天气，也会根据角色的心理状态而有所改变。例如，女主角分裂成苏的第一个晚上，画面渐变为蓝天下的一棵棕榈树，代表的是主角终于觉醒，脱胎换骨，忍受痛苦的分裂后，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样貌，是一种个人奋斗后的结果，不只是外貌上的改变，更是心灵上的转变，象征社会期待和身份认同的实现。苏穿着火焰产生的蓝色龙袍，代表浴火重生，呼应了脱胎换骨的双重意义。随后，女主角开始变得贪心，并且没有遵守7天交换的守则，导致她的手指变异，记忆缺失，母体与分裂体的意识逐渐开始分离。这时候，我们看到仰角视角7棵棕榈树，提醒着使用完美物质的7天平衡。仰角树干被异常的拉伸，看上去十分高耸巨大，有着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The balance just needs to be respected. 在许多宗教传统中，棕榈树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主角持续的滥用物质，于是母体与分裂体的斗争越演越激烈。不安夜晚里的2棵棕榈树散发出红色血光，互相撞击，直到最后，残破不堪的怪物伊丽莎树望着天空。繁星满点的夜晚，高挂着3棵翠绿硕大的棕榈树，它们个别代表着伊丽莎白、苏、怪物伊丽莎树。3人终于获得了平静，不再互相斗争。这时，金色亮片落下，女主角心满意足的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死去。以上就是电影单独给出镜头的棕榈树象征。而在电影剧本中，女主角发生车祸时撞倒了一棵棕榈树，这是她最后见到的景象，所以我们才会不停地看到棕榈树，提醒观众主角已经昏迷或者死亡事实。后续的科幻内容只是她昏迷时的想象，就算她真的死亡了，也可以理解成大脑在死前的濒死经验。大脑的作用方式非常神秘，至今我们都还没有解开所有的奥秘。而死亡幻觉这样的设定，在《黑镜》影集的第3季、第2季《终极玩家》也有看到相同的应用。电影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象征意义以及黑色幽默的置入，像是哈维无论上完厕所或者吃完沙子都从不洗手，或是导演喜欢把电视购物频道放在电影里来做出反差。剧烈无疑是一部非常直白的电影，然而细节上的观察与话题延伸，让我们得以进一步扩展它的世界观深度，试着去拆解作品中的隐藏含义，不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更能够重新审视导演的意图和进行角色分析。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加深了对电影本身的理解，也能与影片背后的思想和主题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I'll see you next week. And in the meantime, take care of yourself.